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今天的企划比较特别，这是第一次有邀请来宾，邀请 Natalie 跟 Chris 来做远距离买房的一个分享。我觉得这个主题蛮酷、蛮特别的。对，然后他们有这样的经验。就是先请你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我是 Natalie。我跟 Chris 刚搬来荷兰，大概1年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之前有来荷兰工作过，大概快2年。我是 Chris， 然后我之前只有出差来荷兰几趟啊，也没有说真的很多次。然后对环境也不太熟。那我也是从今年2月到这边来的这样子。然后对，也是第一次在荷兰认识这个环境。好 ，OK， 之前我有分享过嘛，我们买房子，我们一落地买2个月内就买到房子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猛了，很屌了，我们2个月买到房子。结果听到还有比我更厉害的，人还没有到荷兰，房子买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，就是竟然还可以更快。对，那就请你们可以大概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整个过程，就是几月的时候开始做什么决定啊，然后怎么处理？往9月左右，9月多10月，对，往9月10月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决定，就是说，要在哪里买房，因为我们有小孩子嘛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说，一直换来换去做一个变动，那他的学区也会跟着一直变动，一直换环境。对，有时候我们想说，对于荷兰这个环境，就是对他来讲是新的，希望越少变动越好，所以我们才基于这个原因，所以才在还没有来荷兰之前就去买房子这样子。对，应该说那时候就是决定了之后，然后以我那时候在离开那时候在18-1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荷兰的房市很热，就是你大概房子的，就是它的开价，你都要再加个10%以上，你才买得到房子。那就是基于那时候我的经验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说就是那我们必须要早一点开始看，就是越早买到越好。对，然后又基于小朋友不要常变动，那就不如一开始就买，不要先租再买。对，因为会很麻烦，因为我们带着小朋友，然后你那么多的东西，然后你又先住在 temporary apartment， 然后你又要就是如果再搬到租的地方，然后你租又不能短租，你现在基本上这边的租房都没有再给你短租的，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会很奔波，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，那应该要先买房子。OK， 那你们就开始从台湾开始线上房打看房子，主要是对啊，就是那时候开始浏览，对，就开始看房子。我先在方达上面找，因为基本上我大概就是我不想跟朋友离太远，就是已经锁定了，就是锁定了这一区在看，就有浏览过一波，然后而且那时候算是房市比较低迷的时候，物件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应该只有就是看来看去应该只有4-5间吧，4-5间而已。其实能锁定的目标并不多了。那你们看到喜欢的以后，你们下一步是什么？找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，就是屋况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他的看法，就是他可以他的想法跟看法跟你很类似的朋友，然后你也可以对你可以相信你信任他的判断，就是比如说他觉得，而且他还蛮会注重细节的人，这样子。这种朋友不容易，你要把这么大一笔的钱，然后对啊，而且他也有在这上面，他也要够信任你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他压力蛮大，他压力也蛮大，对他压力会蛮大的。但是就是对，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容易，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觉得房子没有100分的，就是对我来说就是80分我就觉得不错了，那90分我就会考虑买，就是我不会期待说我今天看到这个房子，我期待它要100分完全符合我想象的那个样子，因为照片上总是没那么真实嘛。所以你看到房子以后，是你联络房仲，然后朋友来看，这样对。就是基本上是我联络房仲，然后留我朋友的就是联络方式，然后就是他来帮我看这样子。你们大概看了几间？现场看4-5间吧，我请他帮我看了4-5间。他也有录，他有用来录给我看，录一些。他当下在房子里面的时候，时间可以配合的话，我就会就是现场看，对。但是如果时间没办法配合，他会就是录影片给我看。OK， 那你们看那个影片，你感觉是，我说是很有帮助、很可靠，还是其实很资讯很模糊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应该是说这个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是很重要，就是他可以去，就是基本上他录的小地方是不是你 care 的部分？就比如说像我就是很在意说，就是房子的就是结构，因为其他的装潢什么都可以改，只有结构。
或者是说会不会漏水。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其他的事情都比较小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房子会漏水，或者是说角落有壁癌、有裂缝，那种是比较天缺很难去填补的东西，就是重要的。那个朋友在荷兰也住阵子，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知道。对，就是大概说房子维护要就是哪些比较重要，注意哪些东西，就是有些东西会很麻烦，有些东西好工程这样子。那你们假设就是现在已经看好决定想要这个房子以后，下一步会是什么？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找那个 financial advisor， 就是应该是说会先经过一个 bidding 的流程，对，还是会有 bidding，对。然后至于要出价多少，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幸运的是刚好房价是往下走，但是利率高了，就是这种就是没办法。然后那时候他是有建议我们，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建议的价格。那因为我们没有找买房的中介嘛，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出一个价，就变成说 bidding 的流程是我们跟卖家的中介沟通这样子。你们 bidding 是就跟以前听说一样，就某一个时间说 bidding 的，然后开奖这样子。没有，他没有 open house， 他们那一种是 open house。open house 是定一个，就是他们他是定一个，就是一段时间，就是大家都去看，然后所有的人都一起出价。对。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房市比较冷清，所以你们是出了就成交，还是说有一个你出了还是有你negotiate？因为当然还是要那时候不趁机多杀一点。那是你们靠自己。我说这个过程。大概是啊。所以你要跟卖方的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找买家中介。你是透过 email 还是透过？就是 email。然后就是讲价钱这样，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给一个价嘛，然后他说买方同意或不同意嘛。对啊，我说你讲价过程你要讲一个故事还是什么啊？我觉得这个这样减多少，还好我们就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刚好没有很多人出价，然后所以那个顾问他算是 advisor， 他去帮我们看一下，对，他有帮我们稍微survey一下，然后有可以看多少，对，大概有看多少这样子。那价钱谈好以后。你们怎么签约？我是说，你们用什么身份签约？因为你们还没有，你是外国人的身份买荷兰的房产，这种感觉。我们是用护照，就是它上面会本来是你要有你的 BSN 嘛，才能签约。但是那时候我们是用护照的号码。OK， 所以等于是外国人买荷兰的房产。对，那你买了以后，一开始签约的时候，但是后面正式签约的时候，因为他还会有一次在公证人那边正式就是房产转移的时候，就改成就是这边的 BSN 的。OK， 那你知不知道？假设你一直都是外国人。有办法买房子？假设我全额，不管贷款。我认为如果你全额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你不需要贷款啊。对啊，你会有问题，是因为他必须要保证你这个人在这边你有那个经济能力能够还款嘛。那这是贷款的状况。但如果你今天是全额直接一笔下去的话，你没有什么就是。所以你们当时签约是用外国人身份签？对。那卖方会有什么concern？就觉得会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想要就是半年后才交屋。对，就是最快是4月份交屋这样。但是其实他们屋子已经空下来了。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提出，就是我们有这个就是前提，我们才愿意签约。对。然后他们有提出来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必须付一笔就是头期，就类似我们头期的概念这样子，大概是20%。就是买价的20%，也是不少，也是不少。所以你们还没有，你们在台湾就付了这笔钱。对，那个 OK。所以结论就是，以一个外国人来说，看房到签约都是可以的，顶多是你要多付这一笔，这是很大的定金。应该是说你双方都要是能够信任的 party， 就是比如说像是。我们这边我们在荷兰，那时候我们虽然人不在荷兰，但是我们至少这边有找就是 financial advisor 跟朋友在这边。对卖方来说，他比较他比较不会觉得说，你是不是诈骗之类的。对，因为他房子空在这边半年也是他的成本啊。我也是觉得他们也可以理解，他们会有一点恐惧，就是说，你会不会就是跟我就是订然后人跑了这样？对，这个因为这边有一些房仲是不是在NVM 这个房仲协会的机构里面，就是要找房仲，最好是他有这个 NVM 的，就是认证。
哦。因为这个是他们，就是你有这一个就是 NVM 的，你有在这个机构里面的是合法，就是合法合规的房仲。那有一些人可能为了比较低的佣金或者什么，他们可能不会找这个，就是不会透过这个机构，因为你知道有机构就是要比较稍微比较贵一点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就是有这种合法合规的，因为像这个房子的前屋主，他们就是找的房仲是有这个就是 NVM 的机构认证的房仲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比较正统，对你比较不会有那个 risk， 说就是，会不会有什么 legal 上的问题这样子。所以你们付完头期，然后你人过来以后有毕业生以后，你就可以办正式贷款。对啊，然后你们等于就是在等贷款搞定，然后就可以交屋。因为贷款的时候要他的前3个月还是第一个月？第一个月的薪资哦，对，所以至少要等到我工作的时候的第一个月，你知道大概是2月多的时候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大概是2月多拿到薪资条，就给 financial advisor 去做申请。对，所以你们的确是还没有到荷兰，房子都已经买了，因为已经签约了。对，那你来就是等后面贷款的手续，就贷款跟就是交屋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有花一笔那个 house inspection 的钱，就是这个不是对，这个不是必要，不是非必要，但是因为人不在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对我们来说，知道自己买了什么，对，你们买了到中间交屋，你们自己有什么部分觉得就是有什么部分你觉得很陡？有啊，超陡的，因为签合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看很久，我们一开始我觉得先从开始，就是我们付那个钱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陡，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总是一笔大的钱，然后房子又没看过，然后20%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因为那你什么时候第一眼看到这个房子进来看？刚来的时候，搬过来的落地荷兰那几天，你有马上过来看吗？好像有啦，好像有我自己坐公车来看，看外面而已，没有，我走进来看。你是跟那个有跟房仲有跟房仲约啊，哦、就是他们买家的房仲。OK， 对，就在这附近而已，就进来看啊。那你开门应该超紧张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照片跟实际上来说，对，他们很会拍。其实我也没有紧张因为我走过来一路上感觉是好的，好像就还好。那你是什么时候进来？我也是之后，你好像是1-2周之后，1-2周之后，但我小时候就花在买了，头都洗了，20%也是很多呢。但我们在付定金前的确是有慎选，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房子的照片影片 double confirm， 然后确定就这间了。我也是很害怕的。然后担心的是，就是付完那20%，然后我们人都飞过来了，然后来，然后薪水还是30% ruling， 有出一点差错，只要出一点差错，后面没办法成交，就会很麻烦。所以你有一度想说，算来这边再买。我一开始有讨论一下，但是到最后觉得说放弃还是就是小孩子赌蛮大的啦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跟你们一样，但是这是用赌的。对啊，就是运气成分跟实力都。我后来就赌了不租了，我跟他骗你。对，如果你也是蛮有勇气的，我就在森林里面住半年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想想算了，我们还是找一下好了。对 ，OK。那你对于就是一样，就是要从台湾，假设这样要来荷兰的，有什么买房这块有什么建议，或是建议哦？如果有办法像你们这样买，你们会建议说，那就先买会比较，先买哦，就我也是就看个人老实说，先买当然比较稳啊，但是变成说你的屋况啊这些，就是你要没有看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是单身人士的话，不需要这么急啦，就是或者因为你来总是你感觉很大。对啊，而且你要想说，就是你是不是有要久待？因为像我们是已经决定说小朋友要在这边长大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是一定会久待，所以才会想说要买房。因为我第一次自己来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买房，就是那时候如果当你还不确定说你要不要久待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先租房子，各区租看看，因为其实风俗民情都不太一样。就是每一区它有它的优点跟缺点，像如果我今天是单身人士，我就会住在市区，就是市区机能总是比较好啊。但是就是如果你有小孩，你就会考虑说，市区可能有点危险。因为你们状况感觉就是前面的路你已经很确定要怎么做，所以就是可以买就尽早拉到最早，你有这些资源可以提早买，就是让这一个就是流程比较顺，就是接的比较顺一点，不然会带着一个小朋友总是比较麻烦。对啊。但是不同condition就有不同做法。那
我不知道你这个可不可以聊，就是你们提到台湾有房子嘛，然后有一些人也是台湾有房子，他们就想说那是不是要增贷？因为台湾的利息比较低，对，就是理论上听起来就是可以增贷，我就把全部钱贷出来，因为在荷兰贷比较贵啊。那你们有遇到这样的？有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是直接增贷，所以就是把它贷好贷满。对，那不够再我们是用我们不算是增贷，我们是转贷。转贷，可是他多贷一些给我们了，对，也是算类似，就是换一个银行，然后多贷一些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个逻辑是对的，在台湾可以多贷一点就多贷一点出来，因为这利率很高，这几乎台湾2倍吧。那你们技术上贷出来的那些钱是直接转成欧元？我就是分批转了，分批转，但就看你时间点，那是这就看对，所以你增贷就是会变成有一笔现金，然后你就分批把它转成欧元。它不算是增贷，它是转贷。对，它增贷的话是你原本的房子的再去做一次贷款，但是增贷的金额会比较少。因为你这一间还没有还完嘛，除非你这一间已经还完，那你再去做增贷，你才能贷到最多的金钱。但是如果你在一间房子的贷款还没有还完之前去做增贷，你其实贷不出太多的钱，顶多是贷你就他顶多给你50、100装潢费，不太可能让你增贷到太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转贷其实还是比较多，对不对？转贷比较多，但是转贷就等于说你的贷款就重新还了。对啊，但是那些钱没有不见啊，就意思就是变成喜欢的样子，它就是金钱游戏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，拜拜。